倒要让皇兄看看，这样的主家怎么配得上与我联姻？楚二小姐，按照规矩，你的船子有才子愿意替你出了，可楚大小姐嘛，就不能上船了。可是姐姐在家练琴多日，还说这才要夺得秦魁呢，还请这位大哥通融一下吧。不行，这游湖赏园会传承了100年的规矩，可不能在我手里破例。这什么会还有规矩？王爷刚回京城，怕是不知，这大会的规矩，就是有才名的才子，邀请有才情的各家千金到湖中岛去，才子们出船资。若是这千金无才，也无人邀请的话，便不得参与。原来如此。这废物竟然还想夺得秦魁，他那魔音穿耳的本事，谁不知晓？哎呀，皇兄可是看到了，不是臣弟要求太高，实在是这样的人，若是做了王妃，我皇室中人岂不遭人耻笑？确实难为你了。哎，罢了，妹妹不用替我说话了，你快先上船去参赛吧。你说能得到5魁，就一定可以的。你不是说过要将景王爷收为你的裙下之臣吗？姐姐，姐姐这些天也想清楚了，你不像我，你一定能做好景王妃的。姐姐祝福你，只是到时候你可不要忘了姐姐啊。这废物在说什么？他竟然当众胡言乱语！你的名声向来不好，现在却心思歹毒，想破坏楚二小姐的名声，实乃君子之耻。楚二小姐，我愿意为你出船资，你不要理会他。我们现在就到湖中岛去吧。姐姐，实在不是妹妹不帮你，那妹妹就先到岛上去了。这样都能装得下去？这些男人啊，怕不是眼瞎。铃铛，你带着我的锦囊做信物，去酒楼替我支1000两的银票来，我有用。可是铃铛要保护小姐啊。本小姐这武功还要你保护？你快些去吧，到时咱们岛上集合。是。哎呀，失策了，我怎么没带一身衣服出来换呢？到时候若是让人认出来了……这位小姐，可是要上岛？在下送你一程如何？你不用守那大会的规矩，我可没钱出船资。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若是我送小姐过去，小姐只用答应我一个要求即可。若是本姑娘能做到，那答应你又何妨？不过若是做不到，那也没办法。原来她轻功这么好，自然不会是小姐办不到的事。既然姑娘上了船，那下船时只要让在下一睹芳容即可，如何？你想看我的脸？小姐若是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只不过，本公子渡你过去，提点小要求也是应该的吧？只要你的要求不过分，本姑娘能做且愿意做，就算答应你又何妨？这丫头真是一点亏也不吃啊！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么，我就先送姑娘一份见面礼吧。这是什么？姑娘既然要去参加大会，自然也要有相称的行头。我正愁没衣服换，怕被楚子娇认出来呢。这裙子可真漂亮，真的送给我了？你可不许反悔。你若是喜欢，也不枉本公子一番心意，自然不会反悔。反悔也晚了，我去换衣服。这洒脱张扬的样子，那衣服确实配得上。本公子果然眼光不错，这衣服的确适合你。公子这么好的眼光，想必不是普通人吧？现在公子可愿意报上姓名了？我不过一介山野莽夫。山野莽夫何时也自称公子了？码头要到了，小姐，准备下船吧。这就到了？你的要求还没说呢，快说吧，到时候别说是本姑娘不守诺言。只要姑娘上岛夺得秦魁，便是我的要求。秦魁？这事儿是刚才楚子娇在船头闹的，难道他也在现场？
你怎知道我能夺得秦桧？我若是不会弹琴呢？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只要小姐能得到一样魁首，便是满足了我的要求。真是个怪人！我夺得魁首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若是小姐夺得魁首，便将魁首所得的金银彩头分一半给我，这就是我的要求。如何与我没关系？这人与柳青然有几分相像啊。不过，柳青然身体有疾，他会武功吗？看，那是锦王爷的画舫。哎呦，可真好看啊！听说楚二小姐也来了，哎，不知是否也在船上？楚二小姐是搭了别的船来的，在码头那边，你没看见吗？哎，锦王爷不知会不会邀请楚二小姐上船啊？上次他当街说喜欢楚二小姐呢。楚二小姐，这里船太多了，实在是挤不过去，咱们往旁边去才靠岸。可别处没有景王爷啊！若是今日不与景王爷在一起，我来这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再往前挤一挤吧，这里小船太多，景王爷瞧不见我，如何邀请我上船？好吧。六弟，楚二小姐正努力凑过来呢，你不将她接过来吗？这当众说过喜欢的女人，若是面子上过不去，在这京城也要成笑话了吧？这么一个不洁的女人，我若是面子上过得去，才是最大的笑话。景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景王爷安好！您几日都没来见娇啊？想必事务十分繁忙吧？这楚子娇连一个蒙面的普通女子气质都比不上，我当初怎么会动心？那是景王爷司徒淼的船，你该不会是和他有仇才打扮成这样的吧？你呢？你又是和谁有仇才打扮成这样？那楚二小姐上岸后，你似乎也看了她好几眼。看来你确实不简单。本姑娘和楚二小姐有些隔阂，不过都是小事罢了。没想到小姐性情如此豪爽通透。实话实说罢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这里风景还真是不错啊，多谢你带我过来了。她倒是不拘小节，也不知多少男人看见了后为之倾倒。小五子，想什么呢？如此出神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哎呦，小五子，你如此惊慌，可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朕的事？早知皇兄多疑，却不知他竟疑心到如此地步。皇兄，为何突然发这么大的火？小五子不过是困倦出神。六弟，朕知道你心善，但他伺候朕左右，如此心不在焉，莫不是在想别的主子？你的事等回宫再说，若真有别的心思，你也休怪朕无情。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六弟和小五子那点窃窃私语，真当朕是没听见吗？朕身边此时没有护卫，六弟若没有别的心思就罢了，若是有……这里人多眼杂，小姐还是把衣袖放下来为好。多谢公子提醒。果然还真是事多。秦王爷，等等娇儿！哎，你们让我过去！楚二小姐莫不是着魔了？景王爷若是想着你，定然是要在岸边等你的。是啊，二小姐，你可真是痴情。大小姐对景王爷就痴痴傻傻的跟着，没想到二小姐也对景王爷痴情一片。景王爷只是没看到我而已。你们这些人，等我当上王妃，定要叫你们好看。楚二小姐似乎并没有和景王爷在一处呢。
若是有机会，他自然会粘上去。只不过，这个景王爷嘛，他似乎没有一点喜欢司徒淼的迹象，难不成他从不喜欢司徒淼？要开始了。什么？这个时代竟然已经有烟花了，但我看遍兵书史记，似乎没有人用过火药来打仗啊。怎么了？这烟花不美吗？没什么，这烟花美则美也，只是稍瞬即逝。虽然如此，但也留下了最美的影子，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这话真像是柳青然会说出来的。快看，是京城第一才女林婉儿。林小姐第一个上场比试课，这下我看透了。这姑娘真不错，听说她前段时间当众退了和并肩王的婚约，真是女中豪杰啊！你很喜欢她？当然，这样的女子可是我们的榜样，她能有如此气魄，自然值得人欣赏。所以，就算她退婚，我认为并肩王也不该怨她、恨她。他是不是猜到了什么？怎么说话语气变得如此古怪？六弟，这女子是谁家千金呐？皇兄，台上之人乃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林丞相的独女。只是她之前曾与并肩王柳青然有儿时婚约。只是林婉儿并不喜欢并肩王，前几日当街取消了婚约这件事，皇兄也有所耳闻吧？虽然柳青然对他无意，但难免两人再有纠缠。朕看上的女人，怎能容忍他人染指？柳青然可有妻室？传闻这柳青然十分不吉，她并未娶妻妾，想必也是顾忌着林婉儿。皇兄既然把柳青然传唤回京，迟早要动手，如今便让我来添一把火吧。早就听闻林小姐才貌双全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本少爷不才，愿为佳人献丑。这位公子有礼了，请。一朵金菊花瓣多，菊花开时我唱歌。我说菊花你真美，但是才女第一美。公子好诗，婉儿也恰有一瞥少菊，请公子指教。秋菊丝丝染霜华，绿叶片片随风落。便是枫叶红火处，也有秋菊一片香。你觉得这诗如何？确实比这朝代流传下来的诗词好了不少。不过，这就算是好才华了吗？林小姐果然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名不虚传。哦，这样如何？你若是能做出一首诗，本公子就允你一件事，怎么样？当然，本公子做的也是力所能及之事。这人怎么这么记仇？不过一首诗嘛，这样的诗都不用搬出老祖宗那套，我就能应付了。好啊，岁岁逢秋秋有菊，年年金黄黄金甲。饶是落木萧萧下，亦得暗香满红霞。好诗啊！没想到他随口一句诗就内藏玄机，岂是林婉儿可以比拟的？本公子说话算数，便允你一件事。等大会结束，你送本姑娘原路返回就是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你们知道吗？那个病秧子并肩王回京了，林小姐直接在他回京第一天就当街退婚，真让人觉得痛快。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林小姐这么好的才华，配那个病秧子岂不可惜？若是本少爷会作诗，就是说给林小姐，也愿意与美人同台多待片刻。身体不好又不是他自己愿意的，就算是废物二世祖，又与你们何干？这些人真是无聊，竟然还私下议论侮辱别人。抛却身份，他也只是个普通人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怎么了？他们说的废物是你朋友？萍水相逢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哦，
我不是故意说你朋友的，你别生气。哦。本以为没了婚约，我便能自己选一个才子佳婿，可这里竟一个能看得过眼的都没有吗？林小姐，可愿来庭中一叙？若是阁下愿为婉儿作诗一首，夺了这诗魁的位置，婉儿便到庭中与公子论诗把酒，如何？那么林小姐，请听好了：耀辉有佳人，才貌皆双全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哎，怎么还没看到我姐姐呢？莫不是没人带她过来参赛吧？唉，可怜她日夜在家中练琴。楚小姐何必为那样的姐姐担忧？她何曾为你着想过？这黑衣女子是哪家千金？看气质定是个美人啊，为何要戴面纱呢？气质是极好，可惜这衣服也太妖娆了，便宜了那些公子哥。这么一个见不得人的女人都能吸引别人，凭什么没人来关注我？我倒是要看看，这到底是美人还是丑女在装模作样。你看那边，花开得正好，倒是一番难得的美景。呀，你不说我还真没瞧见，公子好眼力。哎，楚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让景王爷的人见了还了得？多谢公子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江儿不忍让公子心仪之人见了闹出误会，还请公子不要将方才之事说出去。这等有碍姑娘清誉的事，我自然不会说的。公子心善，娇儿再次谢谢公子了。哎，快开始了，快看！那竹筐是什么？便是放彩头的吗？不错，若是有人捧场，便会将彩头扔进中意的琴师盆中。彩头而已，何须较真？我这就去了。姑娘，可要记着你我的约定。那是自然。不过是个藏头露尾之人，竟然都有人帮扶他。哼，故弄玄虚，真麻烦。哟，看这姑娘的动作，一瞧就是个懂琴的。你说的那不是废话吗？来这儿的人哪个不懂琴就敢上台？你当是楚家那废物大小姐呢？怎么什么事都能落到我头上？原主以前是不能说话才叫人欺负，现在，哼，等着瞧，这秦桧一定是我的。跳梁小丑吧。不会弹就不要装模作样了，在这里碍着本小姐的事。就是啊，快让楚二小姐弹啊！听说楚二小姐的琴声也是一绝。此曲只应天上有啊！本公子从未听过这样的曲子，实在是妙啊！我要把所有彩头都给这位小姐。小姐，不知本公子是否有幸请小姐泛舟同游，把酒言欢？我是不是不该带她过来？本小姐不必了。是啊是啊，我们甘拜下风。这位姑娘的琴艺出神入化，秦桧非她莫属。这位姑娘，敢问小姐芳名？小可实在佩服姑娘琴艺，定会将小姐名号铭记于心。我吗？我叫楚子乔。什么？她是楚子乔？那个废物大小姐？一定是重名。楚家大小姐哪有这样的琴艺？若真是楚家大小姐，二小姐怎会丢下她独自乘船来参赛？没想到小姐芳名竟是楚子乔，真是让本公子意外。不过今晚这些彩头倒是赚了。赚了总比赔了好。你若是需要，就先都拿去吧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虽然本公子确实缺钱，但也不愿占小姐的便宜。她身在将军府，却一身素衣，连配饰都没几样。我不过是找个帮她的由头，她却愿意将这些钱财全部给我。
这衣服算是送给本姑娘了吧？这次多谢你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自然。回来的路怎么这么快啊？最后这金银彩头，还是全留给我了。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嗯，我没事。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小姐交代的事情，奴婢都办好了。那就好，正好我那边也异常的顺利。你是没看到楚子娇的模样，这次可把她气得不轻。皇上，现在时辰不早了，可还要到御书房去处理国事？小五子，你把朕安排得很明白呀。这狗奴才，连国事也想打探吗？奴才不敢，皇上息怒。小五子，朕可曾亏待过你？不曾，皇上从未亏待过奴才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与景王爷为何那么熟络呀？皇上冤枉啊！奴才绝对没有和晋王爷熟络，小五子对您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切！你当今天你和景王爷说的话，朕没听到？来人呐，将这乱臣贼子打入天牢！林婉儿真不愧是第一才女，只可惜性子高傲了些。若是她能同意入我后宫，也会是一大助力。朕若是想娶林婉儿，便要解决并将王的婚事。楚子娇看样子是对六弟一往情深了。那么一个普通女子，她也不会对六弟有什么助力。楚子娇、楚子乔、并将王、六弟，有了！朕为这4人赐婚，岂不是一箭双雕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大清早的喊什么？小姐还未起身呢。快叫大小姐起来！夫人她晕倒了。铃铛，出了什么事？小姐，夫人晕倒了。娘！娇儿，这般大呼小叫的，成什么体统？你要记着，你是将军府的小姐，代表着将军府的面子。娘，听说宫里来了赐婚的圣旨，大夫人因此昏倒了。是啊，娇儿，这下咱们娘俩可是熬出头了。皇上亲自赐婚，把你许给了景王爷。楚子乔那个废物啊，被许给了并肩王。哼，皇上可真英明啊！废物配病秧子，还真是绝配。让楚子乔来做并肩王妃，我竟还有几分期待呢。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楚夫人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最疼爱我的人，若是她真的出了事，大夫，我娘到底怎么了？大小姐，夫人她……说，我娘到底怎么了？夫人这不是病，她是中毒了。铃铛，带人守住院门，这院子里的人，血禁不许出。是。大夫既然说这是中毒，想必是看出来这是什么毒了，可有解药？大小姐，这毒是小人年少时偶然听师傅讲过，听说这中毒之人会陷入昏迷，7天后毒素蔓延全身，这人也就没了，无药可医呀。难道娘她就没救了吗？小姐，若是捉到下毒之人，是不是便有可能拿到解药？这毒不是一般的毒，恐怕下毒之人也并无解药。
既然如此，你也不必留在这里了。今日之事，你不可外传。若是让我知道了，犹如此悲。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啊！小袁，最近可有人给娘送什么吃的东西？也没有啊，夫人的吃食都是从院里的小厨房做的。对了，昨晚老爷给夫人打送了河蛇锦酥，老爷送的东西，奴婢们是不敢碰的。老爷，您来看夫人了。你们守着院子做什么？大夫人如何了？是我吩咐的，怕扰了娘的清静。老爷，大夫人怎么会病倒呢？昨日还好好的，这世事无常，奴家看着心里也害怕呀。你怕什么？不会有事的，老爷在这儿呢。这个梅姨娘，真是时刻不忘妖主。若是让我知道她和娘的毒有关系，可别怪我心狠。爹，娘刚睡下不久，现在怕是没醒。不过，若是知道爹来看她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既然没醒，那就罢了，不要扰了大夫人休息。爹可真是心疼娘亲啊！啊，逆女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给我跪下！我难道说的不对？娘生病了，爹居然看都不愿看一眼。吴子乔，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你娘平日里是怎么教导你的？如此没大没小，竟敢顶撞你老子！这两人嫌疑最重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害我娘。我娘都晕倒了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你知道她病了，还要带着姨娘来耀武扬威？老爷，大小姐这也是替夫人担忧，你不要怪她。要是气坏了身子可不好。说是大小姐不愿看见梅儿，那梅儿自个回去就是了。不孝子！我娘不是病了，是中了毒。什么？中了毒？娘吃了你送来的点心就中毒晕倒了。爹难道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吴子乔，你这是在怀疑你爹。我相信爹不会给娘下毒，但是爹身边的人可就不一定了。这事我做的天衣无缝，他不可能搜到证据。老爷，竟然有人敢给大夫人下毒，到底是谁做的呀？他今天敢暗害大夫人，指不定是冲着老爷您来的呀。皇上的赐婚旨意刚传下来，大夫人就中了毒，难不成是有人看不惯我楚家成为皇上身边的红人？中毒这事儿我自会查清楚。你娘突然晕倒，恐怕还没将正事告诉你。今日皇上下旨赐婚，将你许给了并肩王柳青然为妻，你妹妹许给了锦王爷为妻。以后你要注意言行，出嫁之前不要再给我将军府抹黑。来人，请大小姐回院子。另外，召集大夫人、院内所有的仆从，给我挨个查。大小姐，请。大小姐，夫人的毒……这里是将军府，我敢肯定，不是爹下的毒，多半是梅姨娘干的。我看她神色紧张，证据很可能还留在府内。给我准备夜行衣，今晚我去梅姨娘那里探一探。小姐，现在夫人昏迷不醒，你的婚事又是圣上下旨，这……与其嫁给那个什么景王爷，柳青然倒是靠谱太多了。倒是可以和他说清楚，假结婚而已，达成合作，应该对他也有好处吧。主子真的要去给楚大小姐送百解丹？这可是主子救命的丹药，仅此一颗呀！怎么，本王的命令不好用了？主子，属下心里担忧主子，那个楚大小姐真的值得吗？本王说她值得，她就值得。
我似乎每次前来都能遇见他出门，这一次子乔又要去做什么呢？娘中毒的事，肯定与梅姨娘脱不了干系。啊，老爷今晚不过来歇歇吗？哼，也不知道老爷中了什么邪，从大夫人院里出来就匆匆离去了。这梅姨娘竟然敢偷人！只要此事一了，我顺利成了老爷的正房，以后啊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便可以给你买什么。那小的就先谢过梅夫人了。不过，夫人确保没人能解这毒吗？当然，这可是我找人从黑市上得来的东西，千金难求，没有解药，也没有残留的毒药，自然没人能查到我们身上来。果真没有解药，那我娘岂不是……梅姨娘，我娘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要你陪葬。难不成我娘真的没救了吗？自从来到这里，只有她真心对我好。我一个孤儿，从前除了师傅，再没人关心过我。子乔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她再怎么比以前坚强，到底是一个女子，需要人来保护。我听闻大夫人中毒的消息，担心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娘中毒？府中有你的卧底？这个，我手中恰好有一粒解毒丹，可解百毒，特意送来给你。你说真的？我娘有救了？走，现在就去救我娘。子乔，我出现在人前不大合适。这就是百解丹了，你用温水让大夫人服下，不出一炷香便可有效。谢谢你，清然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小袁，我娘怎么样了？大小姐，方才大夫来说夫人撑不过今晚了。铃铛，快拿温水来，扶着我娘吃药。大小姐，你找到解药了吗？夫人会没事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药能解百毒，我娘一定没事。娘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等你好起来了，我就带你离开将军府。什么楚将军，什么梅姨娘，他们都不及我娘的健康和开心重要。娘，你快醒过来吧。子乔，我儿。夫人，你醒了。娘，你总算醒了，我担心死了。子乔，都是娘不好，娘让你担心了。娘怕是不行了。不是说百解丹解百毒吗？子乔啊，娘在这世上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我马上去叫大夫。子乔啊，娘自己的身体，娘心里清楚。以后，娘没法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你也不用再委屈自己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娘，我不要你走，我要永远陪着你。傻孩子，你总是要成亲的，到时做了别人家的媳妇，哪里还顾得上娘啊？我不嫁人了，我要一直陪着娘。傻孩子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
娘，娘，你别丢下我，娘！娘，你听说了吗？一大早的，你急着跑来做什么？下次可别这样，若是让你爹瞧见了，可不好。娘，大夫人病逝了，你以后就是正房太太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不是吧，我娘竟然偷神？那以后我可要跟娘多要点好东西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，快些去找你爹。老爷，姐姐她真的……梅儿啊，以后这后院的事儿啊，你多担待吧。大夫人不在了，你便管着啊。哼，没想到我娘尸骨未寒，楚大将军就已经雷厉风行的要扶正一个小妾了。我娘再怎么说也是多年的正房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，也妄想做主子。逆女，这将军府是我说了算，梅儿从今往后就是正房太太，你不可再无礼。好，你可真好。只是有件事我还要问问梅姨娘。梅金香，剧毒，毒发时昏迷不醒，脉象紊乱，很难诊断为中毒。中毒之人熬不过7日，便会在沉睡中身亡。这些，梅姨娘听着可觉得熟悉？还有，这是在你房间搜出来的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逆女，你休再胡说！老爷，这一定是栽赃陷害，你要为梅儿做主啊！娘，这将军府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我要给你报仇。老爷，大小姐她这是要杀……楚子乔，你竟瞒着老夫练武！娘，瞒着你，就算是告知你又如何？你会关心我武功进展吗？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力。哼，我刚才用了5成功力，竟然只逼退了他10几米。他短时间内功力进展如此迅速，小姐，必定是得了什么武林秘籍。爹，杀了他，替我娘报仇！爹，来人，送大小姐、二小姐回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们出去半步。爹竟然不杀那贱人！爹竟然不杀那贱人！爹竟然不杀那贱人！楚子乔，你等着！爹不杀你，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！小姐，我没事，你去把门窗关紧，我要聊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拼命保护小姐。今后该怎么办啊？小姐，皇上亲自给你和并肩王赐了婚，若是顺利完成婚约，你便是嫁出去的女儿，即便是老爷，也不能把你如何。并肩王一定会帮我们的。我现在不想谈这些。镰刀，小袁，我们逃吧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是
老爷知道你会武功，加强了警备，这院子里处处都是人，怎么躺？我有个办法。不好了，大小姐不见了！什么？快去找！我去那边找。我去那边。老爷不好了，大小姐不见了！什么？还不快去给我找！在那里，给我追！这么多人，能顺利逃出去吗？哎呀！他掉下去了！掉到哪里了？没看到啊！快找！你们不能出去，我是夫人的丫鬟，你们敢拦我？说，两位姐姐，通融通融，我们不过是2个小丫头，想必老爷不会管的。好吧，你们过去吧。看守应该被我吸引过来了吧？啊，好疼！希望小姐她们能顺利逃出去。接下来我得赶紧换衣服。你们往这边，你们去那边，就快出府门了。站住！你确实聪明，差点就骗过了我啊！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，漂亮！你是怎么发现的？第一，谁会在大白天穿夜行衣？戴斗笠。第二，铃铛那3脚猫的功夫，跟你能比吗？原来如此，事到如今，我若执意要走呢？我只说一句话，你娘尸骨未寒，你就这么狠心丢下她不管了？小姐怎么还不出来？不行，我不能再等了。哎呀，你别哭啊，有事好商量。只要你交出武功秘籍，我就风光大葬了你的母亲，然后放你走，怎么样？否则，我就告诉全京城的人，你是杀了梅姨娘的凶手。到时候，你连废物王爷都嫁不成，说不定还得砍头。我哪有什么武功秘籍？看来是说不通了。原来这老畜生以为我有秘籍，这可怎么办？若是硬拼，恐怕不是对手。啊？哼，今天我也该教训教训你了。最近你连为父的话都不听了。并肩王道。老丈人好，我在府中为子乔设置了别院，今日来接她过去。太好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并肩王若是将楚子乔带走了，这逆女定然不会再回来。那秘籍，自从你下令将我关起来时，就该想到今天。我娘已经去了，我也没有必要再留在将军府这吃人的地方。楚子乔，怎么，楚将军不但抗旨，还要对本王未来的王妃动手？王爷，这是我府内的家事，你还没有和小女成婚，这样不合适吧？皇上既然下令让本王与子乔择日完婚，想必也乐得看见我们感情如此好，这就不劳将军费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此人就是卖给梅姨娘梅金香的人，加上子乔搜出的物证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梅姨娘本就该死。你若定要将此事宣扬出去，到时候全京城都会知道，你楚半山是个宠妾灭妻、无情无义的混蛋。还有，我劝你最好风光大葬了你的夫人，给自己留点脸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楚半山，以后楚子乔就是我柳青然的妻子，你敢动她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楚子乔，今天出了将军府的门，就别想再回来。我楚半山也不认你这个女儿。早在你对我娘无情无义之时，你在我心里已经称不上是父亲了。走吧。曾几何时，除了娘，还有谁会对我这么好呢？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夫君人选。
们小姐爱吃糕点，我们公子爱喝凉茶。我先去。我先去。你们别吵了，一起来吧。哼，谢谢你，将我娘的琴也取来了。那，我今日有幸聆听秦葵独奏吗？主子，小的有事禀报。什么事啊？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古兰国太子入京了，皇上下旨要在御花园设宴，所有朝臣带家眷参加宴会，您和楚小姐恐怕都要参宴。这古兰国太子想要和亲，皇上恐怕是要借此机会挑选和亲人选了。和亲确实是两国交好的好办法，但却不是长久之计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如今三国鼎立，这平衡一旦打破，必然是不死不休。没想到一个女子竟然有这番眼界啊！难怪主子如此青睐她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小姐当然有眼界。疼！你轻点儿，是我失言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便去准备吧。本王倒要看看，这古兰国的太子是打着什么算盘。主子，您身体羸弱，如今白解丸已经没了。若是您这病突然发作，怕是……药丸没了，想办法再做就是。我这病也不是1天2天便能治好，此事不要再提了。这就是我未来的王妃。让你们久等了，我们这就走吧。好，这就走吧。